2.31万，第二次2.31万，最后一次，恭喜2亿1300万，8696，史上最贵的金牛史上，谢谢，感谢各位，谢谢。就在10几个小时之前，中国大陆时间呢，2021年6月7日的晚间，北京保利2021春拍古董珍玩板块呢推出了一件代表中国陶瓷工艺制作最高水平的杰作，全名叫做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亚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翅耳大转心瓶。它是准备在乾隆16年11月25日，因为乾隆的母亲孝圣献太后60大寿而令唐英烧制的。这件拍品自从前不久现身拍场，就引起了众多人士的集体围观。昨天拍卖的时候呢，买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当拍卖师刚刚叫价到8000万元的授权起拍价时呢，有人就直接一口加价到了2亿元，现场气氛一下就燃爆了。然后呢，拍卖师就加油说，每出一口价都是在拍卖史的纪念碑上刻一刀。话音未落，就有人直接报出2.1亿元的价钱。最终呢，一共获得了20口出价，在人民币2.31亿元落锤。得宝的牌号是8696，加上佣金呢，一共是2.656亿元成交，缔造了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全球瓷器的最高纪录。2亿1300万，8696，史上最贵的金牛史上，谢谢，感谢各位，谢谢。到目前为止呢，按照成交的记录，中国陶瓷的前5名是：第5名是2017年4月5日香港斯富比名宣德青花鱼藻纹碗，它的成交价是2.29亿元港币，或者按照目前的牌价是1.88亿人民币。第4名是2018年4月3日香港斯富比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成交价是2.38亿港币，或者按照目前的牌价是1.96亿人民币。第3名是2014年的香港斯富比名成化斗彩鸡缸杯，成交价是2.81亿，或者按照目前的牌价是2.31亿人民币。另外一个并列的第3名就是2005年以2.3亿人民币成交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我把这个列为并列，可能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外汇牌价的关系呢，可能会有一点变化。第2名呢是2017年北宋汝窑天青釉玺，它是以2.94亿港币成交，或者按照目前的牌价是2.42亿人民币。第1名就是刚刚成交的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翅耳大转心瓶，在保利成交2.65亿。这件汇聚了亚道雕瓷镂空转心诸多工艺于一身的乾隆转心瓶，最早据说是在1875年，也就是光绪帝继位的那一年，跨洋越海抵达英国，成为苏格兰某贵族家的收藏，并在其家族内世代地藏，直到1999年的6月15日，在伦敦佳士得首次拍场亮相。那个时候的估价只有8到12万英镑，结果以33万1500英镑的价钱呢，最终成交。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人民币呢，约等于430万。是由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著名艺术品经纪人永保斋主人翟建民先生代表他的客户竞投成功，而真正的买家呢，也是中国人，但具体是谁，暂时未知。从1999年算起，至今经过了22年，乾隆转心瓶的身价由430万冲到了2.65亿，算下来每年增值2.8倍。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应该算是可圈可点，非常成功。从收藏角度来看，今天有人能够有如此幸运和如此的实力买下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陶瓷工艺极品，也算是三生有幸吧。瓷器的转心镂空工艺虽然在元代
已初见端倪，但真正登峰造极，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则是在乾隆早期，在最杰出的督陶官唐英的不懈努力之下写下的辉煌一页。唐英作为一代清代的督陶官，他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宫廷，前半生是直接供奉宫廷，后半生则是把很多精力花费在烧制宫廷瓷器上，以此种方式继续为宫廷、为皇帝服务。从雍正6年算起，一直到乾隆的21年，先后确陶达20余年之久，是景德镇御窑厂发展史中督陶时间最长，而且成就最大，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督陶官。在督陶期间，为了满足乾隆皇帝追求新奇的心理，唐英呢倾尽心力，博古采今，创造出大量的新奇瓷器，特别是在乾隆8年，研制出瑰丽华贵、制作巧思的套瓶、焦太瓶和转心瓶，达到了雀陶事业的顶峰。唐英在雀陶上的非凡成就，许多历史文献均有记载。比如说，在《清史稿唐英传》中就说，英所造者也称唐窑。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述当时的盛况，有讲到仿效古名窑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尹留哉说辞则称这个时期的制瓷工艺几乎鬼斧神工。还有梁通书传的古代瓷器考中更是盛赞唐窑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但是唐英虽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其实在乾隆皇帝不断训斥甚至罚责的巨大压力之下，在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之中，才取得了极尽工巧奇技的雀陶成就。在清宫档案等的相关记录中呢，可以明确反映出来这一点。乾隆3年9月，在内务府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些专为奉先殿烧造的祭祀瓷器不堪使用，要求唐英必须承担责任，照数赔补。唐英自然做了一番辩解，并且要求呢不要再兼职，祈求恩准赴景德镇专司陶务。但唐英的要求呢并没有得到乾隆的恩准，反而在乾隆的6年呢，唐英又接到皇帝朱批，说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造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只道可将雍正11、2、3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5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文备查。甚至呢，乾隆下旨还要求唐英付2000两银子赔偿自己。显然呢，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不但不满意唐英的工作成绩，甚至怀疑唐英的职业操守。如果没有决定性的突破呢，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唐英在乾隆初年呢，身兼数职，并非驻场直接主持烧瓷，与御窑厂呢相隔2200余里，鞭长莫及。因此呢，唐英在此期间虽多次上奏要求专司瓷器，但都被拒绝。而且在乾隆的8年6月，因之前乾隆元年和乾隆2年2年所烧造的瓷器釉水呢花纹远逊从前，又破损过多，所以被责令赔补2100多两银子。恰好也是在乾隆的8年呢，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具体讲是在乾隆8年闰4月21日，唐英在奏折中称，先拟得夹层玲珑焦太等瓶共9种，仅供折送经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创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这批新拟器物除了焦太瓶，还有唐英独创的转心瓶类器物。乾隆皇帝对这批新颖奇特、工艺繁复的器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留下所有的玲珑巧工瓷器，但认为转心瓶实在太贵，耗费财力。在唐英的奏折上批复，
不必照隋朝瓷器一样多烧。虽然没有将这些瓷器呢作为年历瓷器生产呢，但要求以后作为年节瓷器成对制作进献。唐英殚精竭虑，终于设计研制出了我国古代制瓷史上设计最精巧、工艺最复杂的3种瓷器样式：套瓶、交泰瓶和转心瓶。转心瓶的研发成功，满足乾隆皇帝追求新奇器物的欲望，似乎让唐英暂时过关，但实际并非如此。直到乾隆15年呢，还有记载，唐英又一次面临钱粮不许报销、着衣赔补的厄运。实际上，唐英在乾隆时期不但受到苛责赔款的原因，关键在于身兼数职，不能专司瓷务。雍正时期呢，唐英的官职非常明确，协理陶务，身驻御场，专心致志，别无所虑，成就斐然。而乾隆继位伊始，唐英即奉命以淮安官使兼领陶务。乾隆4年呢，调往九江超关监管陶务。14年又奉命以理粤海关。淮安关距江西2000余里，唐英除了遥控管理，别无他法。九江关距御窑厂300余里，唐英每年也只能赴场2次，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视察和指导，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乾隆皇帝对于唐英的斥责、怀疑、罚责呢，对任何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来说都是压力山大。请注意，在清代奴才不是骂人的话，只有那些忠心耿耿、被皇帝信任的人呢，才有资格被称为奴才。但是唐英在压力之下的表现，在我们后人看来呢，我认为可以打满分。其所取得的工艺成就呢，不但超越古人，而且成为后人高山仰止、难以超越的楷模。如果仔细看一看，此次保利隆重推出创纪录成交的这件乾隆御制洋彩有凤来仪百鸟朝凤转心瓶，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这个看法。此件转心瓶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由4部分组成，包括镜瓶、辅瓶、底瓶、内胆瓶。镜瓶两侧呢贴塑赤龙耳，烧造的时候呢，4个部分不能够预先组装，而是分别独立烧造完成后组合成完整器。这个的工艺难度非常高，因为呢，瓷胎本身是有伸缩率的，烧制之前和烧制后器物的体积呢会发生变化，不同的温度、火候、窑内气氛、空气湿度等等，都会对瓷胎的伸缩率产生影响。古代的烧窑条件不像现代电窑可以精准控制，火候的掌握全凭经验，因此呢，分开烧制出来的部件要保证准确组合成功，成品率是极低的。因此呢，烧制成功一件华丽巧思的转心瓶耗工费时。根据清宫活鸡档记载呢，乾隆18年5月20日曾命景德镇烧造斗龙舟打金斗人旋转瓶一件，而唐英烧制成功的时候呢，已经是乾隆19年11月初4日，前后历时一共有18个月，其中艰辛可见一斑。转心瓶的创意点是通过瓶上的绘画和镂雕，走马灯似的看到内胆上的绘画，或人物动态，或山林胜景，并且通过内外瓶的距离造成空间感，通过内胆的旋转造成景物转换的动态，可以说一瓶之上时空转换，气象万千。而且保利这件转心瓶的独特之处还有其随形镂雕的巧思。外瓶体上部淡蓝的天空上飘着白色的祥云，五彩凤凰由天而降，翱翔其间，其下林木茂密，山石嶙峋，花木葱茏，随山石树木以及祥云的形状镂雕而成的孔隙，透出内胆上面各式瑞鸟纷飞于林间瀑布，营造出鸟语花香、载歌载舞的气氛，点出主题有凤来仪，百鸟朝凤。有凤来仪出自《尚书艺记》，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在《山海经》中也讲到凤凰，丹穴之山有鸟焉，无才耳闻，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可见呢，百鸟之王的凤乃大吉大利之吉兆，历朝历代都以有凤来仪，祈福天下平安，生灵幸福。宝丽之剑乾隆转心瓶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中西结合的绘画风格。此瓶颈部呢，绘制蝙蝠、玄磬，寓意福庆连绵。蕉叶纹内绘龟背锦地纹，象征长寿之意。此瓶的颈、肩及足部呢，压到为地，并是以胭脂红地或者黄地，其上绘制勾连纹，以白料渲染花叶之脉。其手法呢，类似于西洋油画，表现光影明暗体积的视觉效果。这个是很明显的承袭自西洋，特别是法国的巴洛克的风格。整个腹部通颈镂空的主体纹饰呢，其绘制方法的皴擦点染，披麻皴的山石勾描笔法，则是深得唐宋遗韵。可以说中西合璧，完美结合，乾隆审美的最高境界在这件瓶子上得到了充分体现。